新加坡与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似乎总是站在不同的经济舞台上。今天我们撇开所有复杂现象，直接用数据见真章。新加坡的人均 GDP 高达156755美元，其中是日本54677美元的3倍，这个差距令人震撼。但当我们再拉远镜头去看，事情却开始变得不那么简单。日本的经济总量高达 4.9 万亿美元，而新加坡不过6000亿美元，我们仅是日本经济规模的1/12。如此强烈的对比，令人不禁想问，单纯的拿人均 GDP 看胜负，到底是否合理？面对这样明晃晃的数据，新加坡副总理严金勇却在最近一次东京论坛上抛出了一个与我们认知截然逆向的观点：我们从未将日本视为竞争者。这不仅让人倍感压抑，也引发了深思。为什么当数据明显领先于日本时，我们不去宣告胜利，反而要刻意强调合作互补？严金勇的话几乎在告诉我们，在任何经济话题中，比数据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深入揭开这场对决的潜在逻辑。第一章：体量之争，小巨人对决沉睡巨人。要理解新加坡和日本两种经济体真正的长处与短板，我们不能只看数据，还要挖掘背后的经济体量和运行逻辑。新加坡是一条灵活的小快艇，能在国际风口中快速调整方向。比如近年来，新加坡抓准数字经济的机遇，金融科技已经占据了 25% 的 GDP， 为全球资本创新搭建了一个重要桥梁。如此小而精的经济模式固然充满活力，但小体量的弊端同样明显，抗风险能力弱。2015年全球需求一旦出现下滑，新加坡制造业立刻暴跌 7.8%， 足以说明单一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反观日本，大经济体的优势尽显无疑，他们像一艘庞大的航母，拥有更完整的产业链与出口能力。丰田、索尼等世界级企业传奇，充分代表了日本在钢铁、汽车、电子等领域的深厚底蕴。这种大稳的模式让日本能够在复杂的全球经济中保持基础稳定。确实，日本的经济转型比起新加坡显得更迟缓，但其体盘之大、潜力之深，使得他们总能在波动中站稳脚跟。新加坡的小快艇可以引领风口一时，但论真正抗风浪的能力，显然无法与航母相比。严金勇的经济哲学或许就在于，新加坡能领先，但绝不意味着能碾压这样的经济巨人。第二章：创新对比，闪电战与持久战的较量。创新是现代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灵魂，而新加坡与日本在创新中的表现也有着鲜明的个性差异。新加坡如同一名敏捷的短跑选手，总能集中资本，专注于抓住风口，实现快速蜕变。凭借这种策略，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金融科技中心，创业生态系统活跃，构建了一个专注于商业模式和应用型创新的产业氛围，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投机，不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闪电般迅速的创新能力值得骄傲。日本的创新则像是一次长时间的马拉松跑，显得沉稳而持久。他们深耕技术，高度重视核心科学研究，贡献了许多横贯数十年的专利和技术成果。比如，在越来越多国家逐步减少钢铁需求的情况下，日本依旧通过技术高端化保持钢铁年产量1亿吨，出口占比甚至超过 40%。这种厚积薄发的创新模式，让日本成为众多科技领域的先驱者。严金勇分享了一个令他记忆深刻的经历，在他曾前往日本钢厂学习时，当地的生产管理、技术创新和严谨制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正因此，他强烈认为新加坡的优势在速度，但需要补足深度。通过与日本的协同合作，新加坡的快速创新或许能找到进一步夯实的方向。第三章：全球化之争，门户与堡垒的同盟。新加坡与日本不仅风格迥异，在全球化战略上也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定位。新加坡选择扮演亚洲的全球门户，通过广泛的连接网络，将全球资本流融入亚洲市场。像 CPTPP 这样的贸易协定，覆盖了世界 GDP 的 30%， 这使得新加坡成为亚洲的桥头堡，也是无数跨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市场的跳板。而日本的全球化策略更类似于产业堡垒，专注于通过品牌和技术进行全球输出的坚守。他们的制造业代表着高品质、高可靠性，在消费电子、汽车、钢铁等领域始终拥有领先地位。在新加坡和日本的对比中，真正的大问题是，两者能否实现优势互补？答案正逐渐浮现。在2025年，新加坡与日本将正式启动绿色经济合作，比如日本利用其氢能技术，而新加坡则提供完善应用场景和亚洲市场覆盖能力。这种门与坚强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而是追求共赢。你可以看到，正是新加坡的灵活性，配合日本的深厚底蕴，这种全球化合作才得以成为可能。严金勇之所以强调互补而非对抗，背后正是他对两国经济战略的深刻认知。第四章：合作哲学，真正的胜利是不战而胜。回顾整场经济对决，新加坡在人均 GDP 上远超日本，但副总理严金勇却从未被这些数字束缚。他在东京论坛上明确表示，数据不是重点，真正的胜利不是击败对手，而是与对手共享未来。这种哲学朴素却深刻，正是新加坡的继承之道。这种合作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抓住了新加坡人最关心的核心利益，
普通劳动者受益于日本技术协同带来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创业者则能借鉴日本企业的全球化经验，将目光从区域扩展到国际市场。从国家层面看，多元化的国际合作不仅稳定物价，还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这种不降的机会是新加坡发展的重要保障。最终的结论显而易见，新加坡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对决，真正的胜利不是超越数据，而是两国携手共进，创造更伟大的未来。严金勇的哲学启示我们，强者不是孤立登顶者，而是智慧的协作者。喜欢今天的内容吗？如果你对新加坡经济、国际合作或者国家发展战略感兴趣，那就快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告诉我你的观点。你觉得新加坡和日本谁的模式更值得我们学习？别忘了订阅频道，还有更多深度内容等着你。